2023年，普通人零基础还能做自媒体赚钱吗？当然可以，在小红书上1000粉丝也能接到推广，甚至月赚1万美金。我曾经用1个月粉丝突破1万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小红书是现在普通人入局做自媒体投入最少、回报最高的平台。今天的视频我就给大家揭秘小红书这个绝佳的赚钱工具，它的平台特性、变现模式，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从0到1开启一个小红书账号，制作爆款达到变现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大家好，我是木子，曾经负责多款 AI 短视频剪辑工具的市场营销，并打造个人爆款短视频账号实现变现。这个频道是希望利用 AI 帮助大家打造个体 IP， 一起赚被动收入。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那么多自媒体平台为什么选择小红书呢？回顾几大视频平台， YouTube 有漫长的起号期，抖音 TikTok 已经饱和， B 站制作要求高，门槛高，而小红书是对普通人最友好的一个平台。此外，小红书还有这3个特点：一、小红书的 slogan 是2亿人的生活经验。实际上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搜索引擎，比如要买什么东西，会在上面先看一下测评，因此很多人是带着消费意愿去刷的。平台更能达成干货、种草、电商的闭环，也更可能实现购买行为。2、对新手非常友好，经常有新号第一条视频直接爆掉的情况，或者看起来封面非常潦草，但是互动数据非常高，这也是平台希望达到的。他们并不想把自己做死，变成头部网红垄断的平台，一定是鼓励更多的博主入驻，把流量分发给小博主，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。3、用户年龄以90后和00后为主，18到35岁，70%是女性用户。但注意，男性用户也处于增长阶段，是一个很好的风口。他们大多数是一群对生活有品味、非常小资、精致的年轻人群体，消费意愿强，消费力高，因此品牌商愿意投放。对博主来说呢，变现可能性也更大。那针对小红书的这3个特点，我手把手教一下大家如何从0到1搭建一个自己的账号，快速起号。我把整个过程分成3步。第一步，账号基础搭建。1、找到自己的6大定位。身份定位，我是谁，我擅长什么，我喜欢什么。价值定位，我要给用户看什么，他们为什么点进来看我的笔记，我是提供情绪价值还是干货。变现定位，是做流量接推广还是做知识付费。形式定位，做图文、口播、vlog 还是剧情。分享一下我的真实经验，我曾经做过纯图文不露脸的分享，点赞收藏数据都很高，但是很难转粉，因为大家的亲密度没有那么强。整体来说，我认为几种形式的转粉难度是这样的。所以实际上图文不一定比视频差，但露脸的转粉比会相对更高。人格定位，你是励志、高冷、温暖、幽默、文艺。记忆定位，孵化道，你的 slogan、动作、音乐。分享一个小 tip， 现在入局大家一定要给自己找2个标签，结合一起做。什么意思呢？过去只做穿搭的模式已经比较饱和了，为了脱颖而出，可以再加一个标签，比如梨形身材穿搭，或者做反差，小镇女孩逆袭，一手好牌但打得稀巴烂。我这里也为大家整理了小红书新手博主常见的12个赛道定位，大家可以点赞收藏。2、找对标账号，按照1万、5万、10万、20万这几个量级去找30个对标账号，整理他们的账号装修、内容形式和分区、评论区用户关心的话题、变现模式等等等等。那怎么找到对标账号呢？我分享4个方法。第一，搜索行业的关键词，比如你是做美食主题的，那就搜美食，看看相关的账号。第2，在行业 tab 里刷信息流，根据大数据推荐。第3，找第三方数据平台查询，但这些平台呢，很多都有会员限制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初期薅他们的试用羊毛。第4，官方署发布的优秀博主名单，或者是一些分析高粉的账号。那找好对标账号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确定选题了。我这里也分享3个选题的方法。第一个，对标选题法，根据对标账号收集他们的选题做选题库。
然后从中找你比较喜欢的，模仿它的形式，确定自己的方向。比如找10个对标账号，每个账号它有5个爆款的选题，那你就有50个选题了。再教大家一个小 tip， 重点找点赞数远大于粉丝数的那种贴文，这更说明这个话题有爆的趋势。第二个，问题选题法，从评论区或者根据自己经验挖掘用户关心的话题，然后全网搜索关键词，看看相关的主题是不是火爆，或者有没有人做，竞争力如何。第三个，热点选题法，平台提供了搜索发现、笔记灵感、官方活动等推荐的方式。如果你使用了这些热点，并且被官方选中的话呢，就会有流量的扶持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做第4个事情，账号装修。首先就是头像，建议大家如果露脸呢，就用真人的头像，并且使用一个符合自己定位的一个画面。比如你是做职场类的，那就可以放自己偏正装类的图。还有就是昵称，那建议是昵称加内容定位，或者是你的身份标签。比如我自己的名字木子 AI 研究所，木子就是我的昵称，大家就可以叫我这个名字。AI 是我的内容定位，研究所就是我主要是研究 AI 这样的一个工具的，这是我的身份标签。接下来就是简介，给大家一个公式：身份加标签加经历加成就加你能带来的价值。最后我们要整理爆火的封面和标题，把它们收集在一个文档里，分析里面相同的因素，作为自己未来的风标。好，完成我们第1步的基础账号搭建以后呢，就要进入到第2步，内容制作。第一个，很多人刚开始做第1步总是觉得我要开始写具体的文案，错，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风标，因为这是吸引别人点进来最重要的钩子。无论你内容写得再好，别人如果不点进来都是白搭。第2就是制作文案。那文案呢，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精彩的开头，加中间有价值的正文和结尾。如果是口播视频，一定要口语化精炼，在前30秒就讲出你的钩子。整个视频时长在3到5分钟左右，不要超过10分钟，因为小红书它是不主打长视频的。此外呢，我们现在也可以用 ChatGPT 帮我们写文案，如果你想看的话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未来和你们分享。最后就是，如果你是视频博主的话，你就要对你的视频进行拍摄和剪辑。初期呢，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用手机拍摄，一定要低成本。如果你是剪辑新手，建议使用 CapCut， 它免费，并且使用门槛非常低。接下来就是第3步，发布后的一些操作。首先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数据分析和复盘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小红书的平台推荐机制。点赞加1分，收藏加1分，评论加4分，关注加8分。此外，一定要复制热门，记住这句话，自媒体的本质就是重复。一旦你出了一条爆款，那就可以作为系列持续迭代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篇贴文都要积极的回复粉丝，形成良好的互动，甚至我们可以建立粉丝群，形成自己的私域流量。我们还要定期更新，日更、周更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，但是前期呢，一定要低成本、高频率的输出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小红书现在主要的变现模式。第一，接推广，也是比较主流的变现方式。简单说，当你的账号达到一定粉丝数后，就会有广告商主动求合作。如果是入驻小红书官方的蒲公英平台，需要粉丝数达到1000。如果是私底下接广告，可以在主页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广告报价一般是粉丝数的10%。第2，产品置换，就是商家送你产品不给钱，让你去发布种草笔记，你可以拿到免费的产品，但是不会有很多收入。3，直播或笔记带货，这也是今年小红书主推的模式，但是门槛比较高，需要粉丝粘性大，并且信任度高。不过呢，直播单场收入高，尤其现在平台有100亿的流量倾斜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入局。4，知识付费课程，这个需要在自己领域有一定的口碑，比如你会织毛衣，那就可以开织毛衣的教育课程，学员购买后可以赚取一定的课程费用。5，咨询，这是很多博主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例如你是职场博主，可以为职场新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。6，训练营，现在很多成长类的博主都会开像自律营、小红书账号起号营等等，
一个训练营周期约1个月，单价$300一个人，月入$10,000完全可以，而且边际成本很低。最后和大家聊聊我在小红书这几年遇到过的坑，或者是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误区。误区1：内容太杂乱，封面不一致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粉丝问我，为什么他发了好几十篇内容，粉丝依然不过百。结果我一进他的主页，汉服、滑板、化妆、手工，什么内容都有，想做的领域太多，结果就吸引不到自己的精准用户了。误区2：花很多钱买设备。我是不是得先买个好相机、反光板、照明灯、麦克风再开始呢？结果很有可能你折腾大半天，做出来的视频也只有10几点赞。大家还是记住那句话，前期一定要低成本，手机就够了。误区3：去各平台互粉互赞。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这样会打乱自己的粉丝群体，也不要买粉丝，这些都不是你的精准流量。误区4：没特长的普通人很难开始。错，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就是普通人，有时候你越普通才越能引起共鸣。例如服装穿搭，一个身材很好的小姐姐，你会觉得她一定穿什么都好看，而如果一个普通身材的女孩子做穿搭，你反而更可能被她种草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行动，行动，行动，不停试错，不停尝试，只有去做了，你才能知道结果，否则永远都是空想。好了，去做吧，拜拜。